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养鱼需要注意的事项。我其实也不是专家，但是我一开始养鱼的时候一直失败。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些养鱼需要注意的事项，但是还是一直失败。经过牺牲了不少生命之后，我最后终于意识到了一些根本的问题。如果你也曾经尝试养过鱼，最后以失败告终，可以尝试一下我说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，说不定会有帮助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让我说一下我一开始在网络上学的一些方法，还有遇到的问题。选鱼时要选健康的。如果本来就有生病的鱼，那死亡的几率本来就会很高。注意一下鳞片或者鳍有没有破损，有没有白点或是水肿，游动时正不正常，就可以买到健康的。把鱼放入之前要先养水1-2天。新水有氯，对鱼的健康会有影响，需要晒一下水，去除水中部分的氯气，对鱼比较好。要勤换水，但是每次只能换1/4。如果大量的换水，水质变化太大，鱼无法适应新的环境，就会生病而死亡。买回来的鱼要阶段性的放入鱼缸内。放入鱼缸前，最好先往装新鱼的袋子里面加一点鱼缸里的水，这样可以让它适应。然后把袋子放入鱼缸中，大概10到20分钟，让温度平衡之后，再将袋子打开，跟换水一样，让鱼逐步适应新的环境。控制喂食，控制在每天2次，鱼可以在3分钟以内吃完就够了。太多会导致剩余食物污染水质，鱼在消化食物时也会消耗更多的氧气，可能会造成缺氧。鱼食也要选择适合自己养的鱼的，有些鱼还没有长大就不适合吃颗粒状的鱼食，消化不良就很容易死掉。剩下一些比较基本的，像是食物和手要干净，我就不一一说了。这些秘诀他们并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是照他们做，失败的比例还是会很高，因为你错过了一些看似很基本却让新手很容易忽略的项目。当我完成这几项之后，就可以明显看到变化。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几项。鱼缸的大小。在买鱼的时候，每个种类的鱼旁边会写需要的鱼缸大小。新手看了之后可能只会想，怎么可能会需要这么大？这应该只是鱼长大之后需要的鱼缸的大小变大了。我们经常看到别人的鱼缸里面塞得满满都是鱼，尤其是鱼店里的更是小小一缸里面塞得满满的。尤其是新手通常只想试试看，并不想一下子就买大的鱼缸，所以这点就常常就被忽略了。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，越大的鱼缸鱼越开心，也越容易存活。别人的鱼缸里面放很多鱼，他们可能过滤系统可能很好，而且换水也可能很频繁跟成熟。你作为一个新手，你有办法做到吗？如果不行，那就要买比你要买的鱼需求还要更大的鱼缸。然后在最挤的情况下，每英寸大小的鱼就需要有超过1加仑的容量。温度控制和过滤系统。新手通常买的是小鱼缸，这些小鱼缸通常不会附加加热器和过滤系统，这点很糟糕，因为这2点基本上是最重要的。鱼对温度和环境非常敏感，只要温度太低或环境太糟，都很容易生病。热带鱼需要华氏75到80度，金鱼需要华氏68到74度。基本上冬天没有加热器是达不到的，所以基本上这2样你一定要有。然后就算你有过滤系统，也必须要看一下下面这一项。砾石清洁器。你在换水时，基本上只会换到上面的水。如果你为了把下面脏东西冲出来而强力的把水倒入，可能会导致鱼受伤，所以通常建议是要非常缓慢的换水。但是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下面的脏东西，这种时候就需要砾石清洁器了。这需要另外买，大概$10左右。这是用空气压力把水抽出来，可以把下面砾石里的脏东西吸出来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其实换水勤不勤并不重要，还是要看方法。鱼缸里面长的一些绿色的藻类其实并不一定是坏处，主要还是要把食物残渣和粪便移除。基本上最好还是直接买一个初学者专用的鱼缸，它们通常会附带加热器跟过滤器。过滤器会把水循环之后再倒进去，这样可以增加容氧量，所以你也不需要另外加打气机了。这种过滤器换过滤网也很简单。初学者专用鱼缸也会给你水质调和剂，减少水质里面的氯和硝酸盐。有了这些，就算你不经常换水或清理鱼缸，只要你掌握住我说的几个方法，成功的几率应该不低。
清理鱼缸时也要温柔一点，最好用筷子之类的插在海绵上来清理，这样可以避免手伸进去而引起很大的水流。加水时可以逆向使用砾石清洁器，把干净的水抽进鱼缸，这样需要把水桶举高一点，我就不示范了。这些都是可以避免造成鱼受伤而死亡的可能因素。在清理完鱼缸和使用完砾石清洁器后，水里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残渣，看起来有点脏，因为只换了1/4的水。这种时候不要急着多换水，和我之前说的一样，这些绿藻其实对鱼不一定不好，你多换水反而可能更糟。过一阵子，这些绿藻就会沉淀，水看起来就干净了。只要持续使用砾石清洁器，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洁就可以了。我很懒，经常不换水，所以我没有养很多条。我在掌握住我说的几个方法的前后，可以看到鱼的状态有明显的变化。成功后的第1条鱼差不多活了2年，而这种热带鱼其实寿命就差不多2年而已。然后我开始尝试养2条，刚放进去时有1条活力比较差，适应一下新环境后很快就变好了。已经过了半年多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只要养得顺利，鱼在宠物中是比较不需要操心的。如果你是新手或是之前曾经失败过，想要再尝试看看，记得我说的这几个注意事项，尤其是后面几个看似基本却经常被新手省略的项目。祝大家养鱼顺利，年年有余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